你醒来的时候，看到天花板上全都是用血字写的，别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。你懵了，到底是谁在你家天花板上写字？然后下一秒，老婆进来了，老公该吃早饭了。你刚想回应，可马上愣住了，因为在你记忆里对这个女人一片空白，老婆的称呼没有，交往经历没有，特长爱好和喜欢的姿势都没有，这老婆到底是哪来的？时间很快过去2秒，老婆很有耐心，笑眯眯看着你，温柔的无可挑剔，可你却感到毛骨悚然。你是谁？这话问出，老婆的笑容变了，发出压抑不住的狂喜，嘴角咧到耳后根。你看得见我？没给你反应的机会，一口就把你吃了，你死了。等再醒来的时候，天花板上还是那些血字，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见。你流下冷汗，这不是梦，这句话是提示。接着老婆又走了进来，还是那么温柔，老公该吃早饭了。你想假装看不到，可老婆根本不按常理出牌，一下凑到你脸上，下一秒四目相对，她发出压抑不住的狂喜。你看得见我？你又一次被吃掉了。第3次醒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完全明白天花板上的血字是什么意思了，都是重生之前无数个你留下来血的教训，而你也应该拥有某种死亡回档的能力。这次你开始刷手机，看自己的各种小姐姐，旁边有声音传过来，老公你怎么当着我的面看其他女人呀？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你松了口气，应该没问题了。可翻到下一个视频的时候，你愣住了，因为那里的小姐姐竟然是老婆。你看得见我？屏幕一黑，你又死了。第4次重生，你索性闭上眼。期间你听到老婆过来喊你吃早饭，可能是你没反应，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，一直过去2个半小时，你才睁开眼睛，整个房间内一个人都没有。你松口气，看来不理会这诡异就行。可等你坐起下床后，却发现背后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：老公你醒了呀。一回头，床单上老婆居然就跟一张纸一样吸附在上面。我操，你吓坏了，难道刚才那2个半小时你一直压在老婆身上吗？老婆狂喜，你看得见我。接下来你经历了各种死法，比如说在上厕所的时候，老婆突然出现在马桶里；打篮球的时候，老婆出现在篮球上，又或者突然出现吓你一跳。只要你表现出有看到她的迹象，就会死亡。但反过来说，你只要知道真的无视她，哪怕是直接从她身上撞过去，也不会触发死亡 flag。在没发现到你能看到她之前，老婆是无法实体化的，直到死了1、4、5次后，你的意志已经跟钢铁一样了。在走出房门之前，老婆也吹在门把手上，可你的表情没变一下。开门走出，一气呵成，这一下外面都是充满阳光的世界了，前方充满了希望。可你忽然僵在原地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感受不到丝毫温暖。街道上无数狰狞恐怖的诡异生物林立，放眼望去密密麻麻。除了这些以外，天空上才是真正的恐怖，有巨大的长满触手不可名状的黑影，还有长出了2只雪白翅膀的血色独眼，又或者是身穿喜服的兔头新娘。这个世界中人类好像才是异类。你笑不出来。这时候一个小女孩问你，叔叔你怎么了？是生病了吗？小女孩嘴里叼着棒棒糖，绑着双马尾，看来这个世界只有你能看到这些东西，其他人都是正常的。你强忍着恶心笑着说，我没事小妹妹，还有要叫哥哥。可下一秒，小女孩咧开嘴巴露出狂喜，你看得见我。可你却没像以前那样惊恐，而是开始狂笑。比起你之前的样子，我还是更喜欢你现在。小女孩愣住了，这个人类难道是疯了吗？你笑道，因为这样以后杀起来就不会有任何负担了。接着屏幕一黑，你又死了。再次出门后你学乖了，小萝莉叫你也不回复。在路上你有新发现，那就是诡异能看到人类，但人类却看不到他们。他们企图融入人类的生活，经常在别人耳边低语。你意识到或许有些人的幻听眼花什么的很可能就不是错觉，所以千万不要回应。接着径直走向公司，可刚到你就傻眼了，原本的公司变成了精神病院。不对，仔细观察下，精神病院和公司处在叠加状态，病院在虚拟，公司的现实。和诡异一样，只有你能看到。在病院中行走，一路上周围都是干涸的血迹，还有腐烂的碎肉。在特护病房，你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例如104号病房有个小女孩正蜷缩在角落，看不清面容。特护病房有10几间，这说明医院内至少供养着10几只诡异。除此之外，你发现114、514以及177号病房居然是打开的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好像有东西跑出来。快要不朝着院长办公室走去，冥冥中有个声音告诉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。这时候有人喊你，嘿，小凡终于来上班了。原来是你走到了现实世界中，公司的办公区。喊你的人是同事冷风，主管是公司老板的儿子，有名的富二代。换平时你在他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可他话还没说完，你就冲进了主管房间。在你眼里，这就是精神病院长办公室。可没想到打开门后，主管居然和女秘书在肉搏。你没管他们俩，走到桌子前，上面有一份文件，写着被天命眷顾之人。想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吗？想知道诡异是什么吗？那就去精神病院 C 栋520房间吧。当你找到真相的时候，也是你做出选择之时。主管破口大骂，小凡你小子疯了，干坏我的好事。可你压根不理他，转头就走。但就在这时，一股诡异力量降临现实，精神病院居然在现实内实体化了。其他员工吓得惊声尖叫，可唯独主管皱眉，该死，鬼域怎么降临了？他向大家解释，这里属于异次元空间，
简单来说就是诡异的地盘，只有觉醒能力的御灵师才能救大家出去。冷风提问：御灵师是什么？根据主管的解释，每个人的心灵都像一颗夜明珠，平时蒙着灰尘，等擦去后就会出现灵性光芒，那心灵之光便是御灵师的能力。每个人的能力都会根据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有所不同。那块擦去心灵之光的布就是和诡异战斗。这时候大家忽然发现人群中有个叫王小丽的人不见了，冷风吓坏了，不是诡异出现了，大家都瑟瑟发抖。主管强装镇定，大家别慌，诡异杀人都有固定规则，我们找出他的规则能活下来。可又一会儿，大家发现一个叫贾亮的人无声无息消失了，接着人越来越少，一个个消失。主管的女秘书哭着拉住他：“我不想死啊，王少，你特喵问我问谁啊？”忽然这时候你开口了：“2到3分钟。”什么2到3分钟？你继续说，准确来说是女人2分钟，男人3分钟。刚才王小丽消失2分后，就轮到了贾亮，他消失3分钟才轮到下个人。这诡异是按时间杀人。得知这点后，你们一起朝着病院外走去，路上看到地上的碎肉才知道为什么男人消失3分钟，因为诡异是根据肉量计算的，男人肉多吃得慢，女人肉少吃得快。而就在这时，3分钟到了，大家只看到一位披头散发的女护士出现在了女秘书身后，接着她就被偷走。救我！可富二代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直接跑了。在你了解了杀人规律之后，反倒不慌了，走到女护士旁边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被老婆都吃了1、4、5次了，摸了摸她的腿。按照富二代所言，和诡异接触是觉醒方式的话，摸腿是最直接的了。给一旁的冷风都吓尿了，不是为了便宜都敢占？你摸了1分钟，啥事都没发生，转头带着冷风就走，快，还有1分钟冷却时间。可没走几步，女护士就追了上来。你傻眼了？难道自己误判了杀人规律吗？回头看到女秘书的尸体，瞳孔地震，只见那血泡中赫然还残存着几大块硅胶啊！万万没想到会失误在这点上。接着你人头落地死了。等再醒来的时候，手还刚搭在女护士腿上，并没有回到老婆旁边，存档点刷新了，没敢继续留1分钟，而是直接跑了。很快你追上了抢先走的富二代他们也不是跑得慢，而是遭遇了鬼打墙，在精神病院中迷路了。这时候女护士追上来，富二代眼疾手快，故意伸腿绊倒了你，其他人都惊呆了。冷风问道：“天啊，王少你干嘛？”富二代咬牙：“要不是这萧凡，大家也不会陷入绝境，他留下鬼就不会追我们了，我这是为了救你们。”说完砰的下关上了走廊大门，看到门后面他们一个个恶意、幸灾乐祸或是愧疚的脸，你笑了。真没想到人会比鬼还可怕，多谢你们，下一次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。就在这时，女护士追了上来，下一刻你死了，又一次重生，你的手搭在护士大腿上。这一次你和冷风追上富二代后，抢先一脚绊倒了富二代，冷风都看呆了。凡哥，你这是？你呵呵一笑，我这是为了救你们。其他人趁机跑了。冷风看你还留在原地，干嘛呢？凡哥，你的手已经摸上了女护士的大腿，摸大腿啊！这次摸了2分钟以后，你能清晰感觉到自己体内多了一股气流，这是一种灰蒙蒙的心灵被擦亮的感觉。下一刻，你爆发出一股光芒。与此同时，你得知了自己的能力，你愣住了，因为你的能力是痛苦。难道你内心最渴望的就是痛苦吗？痛苦之光，伤害别人可以让对方感受痛苦。你懵了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这也叫能力？可很快，一幕幕回忆涌上心头，那是一次次被老婆杀掉，或者被女护士吃掉时痛苦的记忆。直到这一刻，你才彻底明白了自己的能力到底是什么，能将自己所经历的痛苦施加给别人，让对方感同身受。你笑了，太棒了，这个能力简直太棒了！从现在开始，让世